这几天，娱乐圈和体育圈真的是不太平，几件大事全赶在一块儿了。一边是日本天后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唱会被取消，官方还想把水搅浑，结果被人家团队的人直接打脸。另一边，中国女篮的功勋球员王思雨实在忍无可忍，揭开了国家队里的黑幕，那细节听得人真是心惊肉跳。当然，还有大家一直放不下的于朦胧。关于他的身后事，最近又有了一些让人心碎的新消息。今天这期节目，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3件事背后的真相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师局，我是袁成。于朦胧异常离世后，各界不断深挖他生前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视频被挖了出来。最近，台湾东森新闻发的一段视频让人看了心酸。视频里，大冬天的已经是零下了，于朦胧居然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帽 T。粉丝心疼地问他冷不冷，他还强撑着说还行。但是当粉丝说你一会儿出去会冷的时候，他强忍着泪水耸了耸肩。视频里甚至能看到他眼角的淤青。另一段视频则让人心碎。视频录到了某个夜晚混乱的声音，男人的吼叫，女人的尖叫，还能听到女生哭喊于朦胧掉下去了。有网友说他并不是于朦胧的粉丝，但于朦胧的遭遇让他心疼，促使他持续关注事件的发展。网友说，好想知道真相，很多事情的可怕不在于发生本身，而在于你发现你永远可能只被允许知道一半。据说于朦胧生前长期被经纪公司控制，受冻、挨饿，甚至是受伤。通过多个视频，网友们能够明显看得出来，只要经纪人杜强在身边，于朦胧就表现得非常紧张，甚至是恐惧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网友们翻出了于朦胧早期的经纪人大鹏，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大鹏对于朦胧非常好，非常贴心。他在身边的时候，于朦胧非常的自在，整个人透露出由内而外的自信和从容。于朦胧走后，大鹏写了10封信悼念他，字字泣血。他在信里写道：那年第一眼看到你，就觉得似曾相识，相见恨晚。你关心朋友无处不在，你总是在天气变化时给朋友打去电话，叮嘱加衣保暖。你说过，打电话比发信息好，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才放心。他说，于朦胧非常善良，为大病之人争取经费，为灾区捐款，去山区支教，从来无怨无悔，是那种苦自己乐别人的人，把善良写进了自己的灵魂，刻在了骨子里。大鹏还写道，我的兄弟很懂感恩，别人对他1分好，他要用10分去回报。看着这些文字，再对比后来他遭受的非人待遇，真的让人想问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于朦胧的不明不白离世，彻底点燃了网民的怒火。现在网上发起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，口号非常响亮，你禁娱，我禁娱。这不是说着玩的。于朦胧经纪公司天娱传媒的母公司芒果超媒，这几个月的股价简直是滑滑梯，从9月份的36块钱一股，一路跌穿了25块，甚至在12月4号跌穿了24块，市值蒸发了200多亿。网友们在股吧里留言说，希望争点气，往20以下努力，1元见，必须跌出事，不跌我都睡不着，眼睛都快给我哭瞎了，必须天亮，必须还死者一个公道。娱亡则娱亡，大家不要去电影院，不要为娱乐圈花1分钱。当有损他们利益了，自然就有人跳出来了。这种抵制甚至波及到了其他明星。最近，当红影星肖战的新电影即将上映，但也遭到了粉丝的忍痛抵制。有粉丝留言说，肖战，对不起，
我是你的粉丝。2020年你被逼得差点退圈，我曾经为你而战。这一次你的电影我不去看了，我要再一次为他而战。他和你一样优秀善良，他没有等来像你一样的8秒红海，更没有像你一样涅槃重生，他不见了。还有网友说，不看不是因为你，是那个消失的他，他跟你一样善良。这话听着真的让人心酸。粉丝们心里清楚，这不是针对肖战，这是针对整个肮脏的娱乐圈生态。就像一位海外网友说的，在高压环境下，大陆网友仍然愿意为真相和善良而战，这种坚持本身就是勇气。最近，关于于朦胧遗体的下落，网上突然传出了一个新说法。有一位自称灵媒的人士3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，他通过通灵的方式与于朦胧对话了。这位灵媒说，于朦胧的遗体已在前天脱困，并完成火化后送回新疆安葬了。灵媒还强调，这是于朦胧希望能转达给粉丝的，让大家放心，说他已经落叶归根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立马冲上了热搜，但是大部分网友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不相信那群恶人会这么好心。有网友在评论区说的特别直白，怎么可能确认遗体状况？都传说被剁成块分送给暗网买家收藏了，不可能回新疆。还有人说，之前还流传被做成标本，那群魔鬼没有这么善良。虽然这些说法听起来很惊悚，也没有得到官方证实，但它反映了一个事实：公众对官方和经纪公司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任，大家宁愿相信最坏的揣测。毕竟直到现在，关于遗体处置的细节，官方完全沉默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，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，天天刷牙2、3次，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，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，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。从早到晚定频6到8个小时，感觉干涩、酸胀、畏光、眼压紧绷，您是不是也这样？我劝大家，眼睛越早护理越好，越省心。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，贴上去大概3分钟，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。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，贴上去清清凉凉的，可以帮您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，维持泪膜滋润。有86%的人反馈，使用后更放松、更滋润。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？如果你是日常保养，可以每周2到3次，给眼睛做个小 SPA。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，或者是最近用眼很多，可以增加使用频率。白天用2到4片，分时短贴，晚上6片，连贴6到8个小时，睡一觉。这个眼贴在工作、睡觉时都可以用。我的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，一开始会流泪，试用后就可以了。用完撕下来，不扯皮也不花妆，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。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，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10局，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聊完了于朦胧的悲剧，我们再来看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滨崎步事件。如果说于朦胧案揭示了娱乐圈内部的黑暗，那滨崎步事件则让我们看到了权力对文化的傲慢和践踏。大家可能都知道了，日本天后滨崎步原定11月29号在上海体育馆的演唱会，在开唱前一天突然被取消了。理由嘛，官方没明说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了一句“台湾有事”有关。政治上的事儿，结果让艺人和歌迷买单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最震撼的一幕是，虽然观众进不来，滨崎步还是对着空荡荡的1.4万个座位，把全场唱完了。这画面流出来之后，别说粉丝了，路人都觉得感动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契约精神，这叫对舞台的尊重。但魔幻的事情来了，眼看着滨崎步这波操作赢得了全球的尊重，中共那边坐不住了。8月1号，官媒突然跳出来辟谣，
发了一个所谓工作人员的道歉声明，说什么滨崎步一个人的演唱会是假消息，那只是彩排被偷拍了。这遭挺损的，想把这事儿定义为炒作。但是谎言在真相面前真的不堪一击。跟滨崎步长期合作的御用美容师高野有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亲眼见证了全过程，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反击。他在 Instagram 现实动态描述说，滨崎步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上海。高野有希描述的细节特别戳人，他说就在开场升降机升起来的那一刻，滨崎步默默地流下了眼泪，这得是多大的委屈和遗憾啊！但即便这样，他还是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，360度环视全场，就像那里坐满了爱他的粉丝一样。高野有希还透露了一个细节，说当时滨崎步在所有工作人员面前低头请求，说请让我们演出，然后才站上舞台的。工作人员都在忍着泪水，大家心里想着我们不能在这里哭，硬是陪着他完成了这场演出，直到最后的安可曲。高野有希直言，这是一场传说级的演唱会，一定会被后世传颂。各位，你们信官媒那套彩排说，还是信这位亲历者的描述？现在有个词儿特别火，叫文化恐怖主义。台湾民进党中国部最近就直言不讳地说，北京现在是在全面输出这种恐怖主义，只要你不听话，只要你有政治风险，你的舞台瞬间就能被摧毁。而且这种打压已经细致到了变态的程度。滨崎步演出取消当天，很多粉丝不愿意走，聚到了上海一家滨崎步主题咖啡馆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警察来了。8月2号，这家咖啡馆里所有滨崎步的照片都被勒令清除，搞了一出照片版的动态清零，连几张照片都容不下，这是有多心虚？其实不光是滨崎步，另一位日本歌手大龟真希更惨。11月28号在上海唱《航海王》的主题曲，唱得好好的，突然被强制熄灯，人直接被带离舞台，主办方最后只能说是不可抗力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根据主办方的公告统计，近期至少有30位日本艺人在中国主要城市的演出和见面会遭到取消。有位中国的日本流行音乐粉丝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的挺理性的，他说希望官方不要煽动盲目的反日情绪，不要让普通民众成为受害者。但现在看来，这种理性的声音在墙内是越来越微弱了。好，咱们把视线转回国内。这2天，中国女篮国手王思雨的一段视频在网上炸锅了。这不是一般的吐槽，这是血泪控诉。王思雨是谁？ WCBA 的主力，2次总冠军，5次全明星，妥妥的实力派。但她说，自从2025年龚鲁明指导接手女篮后，一切都变了。王思雨在视频中揭露的细节真的让人看着心疼。她说，清晨5点半就被拉起来练体能，腿软到站不稳也不准歇。龚鲁明嘴上说国家队不需要胶细胞，结果转头就让自己力推的新人练半小时就休息，唯独对王思雨苛刻到近乎刁难。最过分的一次，王思雨膝盖旧伤复发，动作慢了点，龚鲁明直接把球狠狠砸在他面前，吼他说，你的水平也配进国家队，纯属浪费名额。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一个征战球场的老将，忍着眼泪敷冰袋，膝盖肿得像馒头，每一次突破都钻心的疼，而主教练在旁边冷眼旁观。如果说训练上的严苛还能用严师出高徒来洗地，那奖金分配这事儿就真的是赤裸裸的贪婪了。王思雨说，在亚洲季军战里，他拼了老命，18分钟砍下19分，7个篮板，7次助攻，硬是靠一己之力盘活全队，拿下了 MVP。 结果呢，奖金发下来，他只有2万块。而那些3场比赛1分未得，甚至没怎么上场的新人，拿到了5万最高档。更让人寒心的是，龚鲁明作为主教练，
独吞了20万奖金，是 MVP 王思雨的10倍。王思雨气不过，拿着奖金去找龚鲁明理论，结果龚鲁明头都没抬，傲慢地说：“你在队里就是角色球员，奖金档次早就定好了，别不知足。”这话听着耳熟不？典型的官僚嘴脸。防守时让人当盾牌死扛，进攻时把人当透明人，分钱的时候就把人当乞丐打发。王思雨在视频中痛骂：“这哪里是教练，分明是借着权力谋私的蛀虫。”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，无数网友都在为王思雨鸣不平，大家纷纷留言说，他和体制内的龚教练斗胜算不大，早点转会或嫁个好人家算了。中国女篮、中国男足为什么会这么糟糕？就是这帮一手遮天的教练官员打压人才导致的。还有人说，出国吧，离开那吃人的地方。从滨崎步的空场演唱会，到王思雨的血汗控诉，再到于朦胧的死不瞑目，我们看到的似乎是3个不同的故事，但背后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逻辑：权力的傲慢、人性的扭曲，以及对弱者的践踏。宫崎步的眼泪是在对抗强权的封杀，王思雨的愤怒是在对抗体制的腐败，而关于于朦胧的追问，是在为所有无法发声的人寻求一个公道。我们不知道这场抗争会持续多久，也不知道真相何时才能大白天下，但只要我们还在关注，还在讨论，这股力量就不会消失。对于这3件事，您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们您的想法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